这段就相当迷惑了 ，AI 用成这样是幕后没钱了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久都没做 XG 视频的安氏百科。虽然不说，但我和很多人一样，一直都在默默期待他们的迷你二专的2首收录曲也能拍成 MV， 因为他们的 MV 总能带给我们耳目一新的视觉享受。结果还真的心想事成了，其中的 Is This Love 不仅被安奈晒相中，成为他们2025的品牌全球推广曲 ，XG 更是直接给粉丝送上了 MV 大礼。从预告一让很多粉丝和路人狂喜乱舞的成员亲吻镜头，再到 MV 宣布延期推出及预告2中疑似 AI 劣化使用带来的各种不满言论，这支 MV 的话题度倒真是有了。那么到底是公司没钱没活了，还是另有其深意？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今天就来做一下这支 MV 的 reaction 和深度解读。不扒不知道啊，这一8篇给我找出20个彩蛋来，细节点满。如果有遗漏的话，欢迎大家在弹幕或评论区补充。好的，我们现在开始。关于音乐的部分，之前我在 XG 2024作品盘点里已经分析过了，一句话总结就是他在我去年 XG 作品的序列里排在第3位。今天就不细聊音乐了，主要说说 MV。这些画面都是他们以往活动的影像啊。暂停一下，这里很多阿尔法斯都看出来了，这是他们训练生时期正式成团前的前队长神谷爱丽在离开这个团队前给大家留下的一封信，题头就是致我深爱的你们啊，相当感人的一封信啊。对 XG 的7位成员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更是不可替代的团队之爱的象征。所以从开篇就可以看出 MV 将包含他们对来时路的回顾。奇萨戴的项链配饰采用的造型就是他们在迷你2专各自的视觉符号，感觉奇萨就像漂浮在记忆数据库中一样，在这个记忆空间里闪耀的光感是偏冷光系的，从色彩上也有一种做旧的质感。这种他们之前 MV 没有出现过的调色，个人感觉也是关于过去回忆的一种视觉隐喻吧。艾米这个机械姬造型太惊艳了，建模精度和细节都没得说，仔细看呢会发现心脏这里印刻着 XG 的字样。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由艾米来充当仿生人的角色呢？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随机的选择，因为我依稀记得在他们的纪录片中有过这样的表达。第一，艾米说过 XG 对他来说就像是心脏一样的存在。私にとって心臓のような。而 Simon 在评价成员提到艾米时也说过，由于艾米面对压力和挑战时特别能控制情绪，所以形容她具有机器人般的钢铁意志。一个 MV 连角色的分工都这么有内部梗的话，我觉得如果是粉丝应该会起鸡皮疙瘩。或许这也说明了 XG 的成员不仅是台前的表演者，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了 MV 的创意策划中。蜜酱和朱莉的造型绝美啊，渐变的发色有一种冰冷的未来感，就挺赛博格美学的。这里的场景你会发现他们2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感，正好对应了歌词里的那句你会靠近我吗，仿佛是黑酱像在对竹林表白一样。我大胆揣测一下，为什么这里的2个人物是他们。首先 Hinata 是 XG 成员中唯一一个纯素人，所以他在训练生时期进入这个其他团队成员或多或少具有演艺或者模特经历的团体后，一开始是有一种疏离感和自我怀疑的。而队长主令在练习生时期就展示出很强的综合能力，一直稳居队内的实力前列。2个人的距离似乎隐喻着这个团队之后脐带相连的关系也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一种爱的养成和递进。歌词中前一句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天注定表达了一种自我怀疑，后一句但感觉就像一切都到位了则体现了关系的渐变和距离的拉近。舞蹈展示部分的烟尘特效还挺带氛围的，从天而降的陨石应该代表这个世界即将经历一场灭世级的灾难。造型里的假发披肩是点睛之笔啊，很抢眼。所有人都带了自己的视觉符号项链。小纯的 isolation 相当自然了，全员武力值点满了。这个摇头动作的编舞也对应了我不知道爱是否是盲目的这句歌词啊。接下来的这个场景有点俏皮和梦幻， Chisa 那个儿童脚踏车这个处理相当符合她小痞女王的特质。场景中侧立在墙壁上的沙发、残缺的椅子以及3-2只羊驼的组合有一种梦境的不真实感。羊驼的出现呢，从表象上来说是因为它呆萌可爱的属性深得这群女孩子的喜欢。往深了讲，作为一群群居性动物，羊驼象征着一种团结的社群意识。同时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地区的羊驼在印加文明中真的是一种神兽啊。它可利用的皮毛肉及重要的运输工具属性，使它成为原住民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被印加神话赋予了坚韧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神性。所以这里的羊驼也不是随便安放的。艾米和主令是在表演一场爱如火吗？他们因为在练习生之前很早就认识，所以在队内是被称为青梅组的大热 CP 啊。
车看标志应该是凯迪拉克啊，这个我不专业，但是为什么是凯迪拉克呢？我暂时没有答案。在文化作品中，我只记得《逃出克隆岛》里的追车动作戏里出现了比较多的凯迪拉克。这一晃飞过的鹈鹕也是有讲究的啊。鹈鹕在基督教被视为救赎的象征，传说母鹈鹕在食物匮乏时会啄破自己的胸脯，用鲜血哺育幼鸟，甚至能使死去的幼鸟复活。所以我猜这一意象是用来表现牺牲、无私的大爱和重生。联想到开头艾米的机械仿生人视觉，MV 推进到这里，我就怀疑剧情线是不是一种生命借仿生之壳再次诞生的过程。这种重生不仅是肢体的再造，更是生命意识的觉醒。而触发关键节点的钥匙就是爱的传导、爱的团结以及爱的牺牲。站在楼顶招手的黑将和挂在楼上的巨型衣服，回想一下，可能是在 Callback Something in Right 里他的巨人造型吧。这些小细节都蛮有趣味性的。主令比心的转场动作超帅气啊！这段明显是主令对黑将之前的表白开始回应了。随着玛雅舞动的半透明物质，既类似于基因体，又像神经末梢，是否象征着神经脉冲的数据流呢？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位热心的网友提醒我，这个造型很像借鉴了美国艺术家安东尼豪的风洞装置艺术。这里放上对比啊，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安东尼豪的动态金属装置通过仿生学的模态造型和几何化金属叶片的精密排列，将分力转化为机械韵律，仿佛给冰冷的机械赋予了生命，隐喻了科技与自然的共生关系。而玛雅身边随风舞动的类数据基因体，不仅从形态上和安东尼豪的作品相似，在表意上也可看作是情感数据化的视觉转译，其动态规律暗示了算法对人类情感的模拟。在 MV 中，飘动物体的半透明材质与柔和动态弱化了工业的冷峻感，融入了东方美学更加灵动的特质。我个人觉得这是很成功的跨媒介跨文化的视觉实验。这个编舞动作都很像刚才的风动女态啊。艾米腰上这个大号挂件很明显就是心脏的造型了，跟前面机械姬再造心脏的画面就对应上了。艾米动作收尾这里出现了倒放，有数据突然异常的即视感，这是爱的能量的扰动吗？茱莉亚这段的舞蹈就全部都是倒放了，到这里明显秩序开始混乱失衡了。这里是演都不演了哈 ，CP 大乱炖，关系就是好成这样啊！无论看几遍都很唯美惊艳，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时会感到心跳加速啊！绝对是可以列入名场面级别的瞬间。这段就相当迷惑了啊 ！AI 用成这样是幕后没钱了吗？这还是 XG 该有的品质吗？这种东西是怎么好意思端上来的？你先别急啊，听我来狡辩。我们放慢来看一下。相当高速的画面转场切换，同时影像的解析度和精度以及亮度也大幅下降。依稀还可以看出是黑娜塔和主令啊。这里的泥泞破败的场景很像乌克兰战场，人脸甚至出现了恐怖谷效应，亚洲脸也变成欧洲脸了，同时人物也变换成了茱莉亚和玛雅。然后画面切换成了他们给前队长神谷艾丽庆生和吐露心声的场景。人物扭曲变成队内的大姐和墨子、Chisa 和 Coconut， 再从舞蹈室切换到天翻地覆的战场，人物又变回到 MV 中的大三角 Hinata、主令和 Amy， 这是人脸甚至变成了模特道具的感觉。画面再次切换到练习生时期，最后 Coconut 带着如同羊驼和鹈鹕混合物又有点像心脏的不知名物质变成了天使的造型，似乎是在守护什么。这里就 callback 到我刚才说的象征着自我牺牲和团队意识的两个动物了。Coconut 带着这个无私之爱的象征物幻化成为了主令和 Amy， 画面也随之恢复成了精度正常的影像。所有的场景就是在练习生和末世的两个时空中切换。我敢说这绝对不是为了省钱的粗制滥造啊，我是这么理解的。MV 推进到此处，艾米仅存的记忆数据开始彻底混乱。前面一句歌词是我困在相同的问题里，象征着认知出现了很大的困惑。举个例子啊，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出现认知和记忆障碍时的感受是痛苦和迷惘的。面对这种糟糕和混乱的体验，如果在影像中还在让你感叹画面多么精美、多么感动，
其实是跟实际体验完全相悖的，甚至可以说是在粉饰痛苦。所以此处的处理就是要让观看者也同样产生不适和恐惧，这是一种打破了审美体验边界的尝试，相当大胆，也相当不偶像。那其他互动文化作品举例啊，玩过合金装备5开篇的人应该懂我在说什么。主人公断肢养伤期间被追杀时极为别扭和不灵活的操作体验，没有一丝爽快感，为的就是让你体验那种幻痛，让你共感。所以 MV 这段你看着不舒服就对了，过去的记忆开始在大脑中扭曲变形，战场残骸般的末世场景和曾经的练习生记忆搅拌混淆在一块儿，人从具象状态变成了抽象状态，从熟悉的面孔变成了陌生的面孔，如同记忆数据流扰乱后的混沌景象。爱的流动性呢，也转化为视觉符号。这种解构过程与《宫壳机动队》中素子的数字化重生具有相似的哲学内核啊。当人类情感被转化为数据时，身份认同必然经历重构与异化，而这个变化的过程 ，MV 用了仿佛略知 AI 处理的方式，应该就是一种巧思。解释到这一层就完了吗？刚才我所有的观点仅仅是对这种处理表意的浅层次分析，更深层的另一重颇具野心的表意呢，我放在后面的整体解析中再细说。我们先继续。第二个名场面诞生了，这是4399和青梅族爱好者最期待的一集。伴随着主令这深情一吻啊，机械装置也似乎是要完成能量注入心脏般的操作。Maya 的 Dance Break 太顶了啊，建议大家去看现场舞台。同时很惊喜的听到了 Ultra 这里的背景伴奏中出现了原曲没有，而另一个抒情版里独有的钢琴声 mix 进来了，很丝滑很悦耳啊。这里的数据流我仔细数了一下是10条，我大胆脑洞一下，10是不是象征着他们正式成团前包括了江崎光、神藏令和神果爱丽在内的10名成员？应该说除了目前的7人外，他们和这3人的感情也是最深的。当然以上完全是我的揣测啊。最后出现的脉动心脏般的画面，应该就是艾米的人格和生命终于被唤醒的意思。本来原曲到刚才那段无人声的伴奏后就已经结束了，这段 Chisa 的人声演唱完全是额外添加的部分，也是取自于本首歌的抒情版。背景中的雨声应该就是 In the Rain MV 的预告彩蛋啊，这点现在可以放心大胆的说了。老惯例啊，跟看后来整体评价一下这支作品，它是特别值得深扒的一支 MV。我将从故事线及表意、视觉风格、视觉效果和 AI 的争议性应用3个方面来谈谈感受。首先是故事线。MV 用非线性叙事和碎片化场景拼凑出了一个爱的迷宫，既有抽象的爱的表述，譬如鹈鹕、羊驼，也有具象化爱的视觉符号，心脏、花朵、亲吻。在这个充满迷惑的时空中，爱的关系是递进的，是演化的。主令和 Hinata 从保持距离感的对视到情不自禁的吻上去，当然这只是团队之爱的一个象征，它被处理的无瑕和纯洁。但是其中滋生的扰动和混乱，实际上是批判性的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数据和算法越来越左右人类情绪的当下，爱是否依然还具备纯粹性？它是否还能被真实的还原？如果数据和算法想去左右一切，人类的情感又该如何自处？当然，结尾的处理还是光明的。MV 的尾段通过无私的方式，将团队之爱传导到想要恢复生命意识的艾米身上，隐喻了集体之爱具有突破现实桎梏的力量。这种叙事策略与歌曲中爱是盲目却充满能量的核心命题形成互文。再来谈谈 XG 最引以为傲的视觉风格。本支 MV 的视觉没有采用传统类型的元气舞曲的影调，色彩上做了冷暖色调的风格对创，在赛博空间的场景里以极简和干练的冰冷未来感风格为主，在非赛博空间的其他场景里，蓝灰等冷调和大地色系交织营造出的做旧质感，塑造了如同置身不确定性梦中独有的氛围。在户外的置景上摘取了废土美学的意象，如同老旧居民区和废墟的场景与精密的科技形成的反差，暗示着技术乌托邦的崩塌。这种视觉风格毫不流俗，在美学上也有他们一贯不拘一格的印记。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本支 MV 引起最多争议的视效问题了。说白了，这主要就是由 3D CGI 和 AI 视效的强烈对比产生的。本支 MV 中的高精度建模是由之前跟 XG 合作过 TJIF、IYKYK 的韩国 3D 艺术家完成。譬如像艾米的赛博机体、玛雅身边的透明浮游物以及动物和场景部分，而这占据了 MV 中的大部分时间。
引起争议的 AI 转场部分总共加起来也就10秒钟的时间。所谓缺钱所以糊弄事这个说法完全不成立。难道他就差这10秒的预算吗？已经将 MTV Japan 2024年度最佳视效奖纳入囊中的 XG， 无需再在每一支 MV 中都用完美的视效去证明自己了。在 MV 表意上的探索实验反倒是更具挑战性的。他们走的路也从来都不是最容易的那一条。形成强烈反差的 AI 制作既不是省钱偷懒，也绝非技术失误。这种视觉断裂本质上是对 AI 技术高速发展的反思性表达。大段伪真实的 3D 渲染视效技术营造了物理世界的坚实感，暗示着数字技术已经能完美伪造现实了。而数字化革命继续一路狂歌的下一步就是 AI 的广泛探索使用。MV 中在 AI 转场时特意保留的未经优化、美化调教的五官错位、皮肤纹理失真、种族差异，甚至是非人化的特征，除了在表层上是对叙事主体记忆库紊乱的极致表现，在深层上更暗示了算法对人类主体性的吞噬。当技术从服务工具进化为创作主体，人类的面容作为身份的核心符号被解构为可任意篡改的数据集。当算法试图创作而非模仿时，其输出的结果因脱离了人类的审美框架而引发了认知的不适。这种不适感就迫使观众直面技术接管创作权后带来的伦理危机。于是本支 MV 最大的营销话题就出现了：你们不是一直说 XG 没有营销吗？10秒的时间就让争议性的 AI 特效成为了一种制作团队和观众之间的交互式批判装置。观众对 AI 转场的苛责反映出社会对完美技术的集体想象，制作团队刻意保留的变形痕迹实则是对这种技术崇拜的消解，提醒观众关注情感表达而非技术完美度。从另一方面来说，观众的争议讨论本身也构成了作品的延伸叙事。当观众主动解码 AI 变形背后的表意逻辑时，实际上完成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阐释的参与升级。这正是 Web 3.0 时代艺术传播的典型特征，而这一切最终构成的多义性，正是这支 MV 作品的一部分。说到这里，我的洗涤就基本完成了。谈了这么多关于技术上的思考，来说点感性的东西。其实我从未想过这首歌的 MV 会是这样的表现形式。关于 XG 的一首以爱为名的 MV， 在我的想象中，它可能是温情脉脉的演绎历程的回顾，或许是充满阳光流水鸟鸣的清新唯美活力，但绝未料到它会是这样一种实验性的探索表达。也正因为算不准 XG 和他们的团队，所以会引发我更进一步的思考和消化。与之相对的是，本支 MV 一经推出，我就可以精准预料到它将带来的争议和批评，因为这早已不是偶发式的行为，而是形成惯式的应激反应。打开评论区一看，果不其然，也确实是演都不演了。XG 还是那个 XG， 某些粉丝还是那些粉丝，那种渐行渐远的距离感越加明显，也无法弥合。有人看到这支 MV 中的 AI 联想到的关键词是癌，有人看到这支 MV 中的 AI 联想到的关键词是爱。你看到世界的样子，基本上就是你内心的投射。Coconut 在今年的 blog 中很率真地说过，我不会要求大家给予我们无条件的爱，但我希望 XG 能够从更加宽广的视野被欣赏。这种一往直前不回头的觉悟，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对 Is this love 这个疑问句的答案。爱不是怀疑，爱是相信。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一键3连，不要错过更多精彩。